就连那吞噬了无数冤魂的原铁都不可能找出第二块的，又怎会有人舍得说毁就毁了？倘若真的毁了，那么围剿后应该会找到另一半才对。多年过去，另一半的消息一丝也无。难道这正是因为阴虎符根本就没有被毁，是被夷陵老祖藏起来了？如果阴虎符就藏在大梵山，那么夷陵老祖选此地夺舍重生也解释得通了。他当然会挑选离法宝最近的地点，第一时间取回来傍身。见夷陵老祖一副胜券在握，气定神闲，即将到来的四大家族都不放在眼里，连逃跑的打算都没有，不慌不忙的在这儿跟他们谈条件。越来越多人相信他确实有底牌，而且这个底牌很可能就是阴虎符。那阴虎符不会就在他手中的乾坤袋里吧？众人终于面露惧色，退避三舍，你看我，我看你，一时无一人敢再开口。蓝思追预感不妙，情势变化得太快，这样下去恐怕不是单纯的看热闹了，演变成真刀实枪的一战也说不定。他们几个小的别说帮忙了，放到战场上连自己怎么死的都不知道。蓝思追连忙扯了扯蓝景怡的袖子，小声道：景怡，我们走吧。蓝景怡也觉得这热闹与想象中不甚符合，闷闷应了句好吧。二人努力推搡一阵，可人群实在太密，往里挤容易，往外却难，一时半会儿进出不去。有人仗着躲在人群中不曾出头露面，壮胆子喊道：诸位不要被他吓倒了，你们忘了乱葬岗围剿吗？13年前围剿了他一次，13年后照样能围剿第二次，杀了魏贼。是啊，我们这么多人在这里，还有各家的家主，怕他掀起什么风浪？顿时有几名家主回过味来，暗恼方才被阴虎符吓破了胆，当着这么多人的面露了怯意，实在丢人。未挽回颜面，一名家主端起宝剑，直指长空，率头道：我孙某向来义字当先，毕生不惧邪魔外道。今在场诸位作证，只要能将魏无羡拿下，孙某就是豁出这条命也在所不惜。应和声立时四起，不错，万死不辞，也算李某一份。还有我。群雄躁动，人声鼎沸。蓝景怡险些被亢奋的义士们挤成肉饼，人浪之中好不容易将脑袋伸长，探出人群，呼吸一口新鲜空气，身后一人忽然贴了上来，喘着气在他耳边道：我怎么没看见兰陵金氏的人啊？原来是莫玄羽终于挤进来了。他已找了一圈，各式花里胡哨的校服中，未发现金星雪浪。蓝景怡被压得透不过气，自顾不暇，没好气道：你再仔细找找。我找过了，他们还没来吗？现在没来，待会儿也要来，你再等等吧。这时前方传来一声惊叫，一位刚才还在喊口号的家主忽然双膝一软，栽倒在地，两眼呆直，脸色煞白，手里还攥着出鞘的宝剑。宗主！几名修士扑上前将人扶起来，探了探鼻息，发现还有气，浑身上下没有一丝伤口，可人就是莫名其妙地失去了意识。众人的口号声渐渐停了下来，相对而望，惊疑不定。没人看清是怎么回事，但直觉告诉他们，眼下只有一个答案。一人怒道：魏无羡，你干了什么？夷陵老祖却不答话，面带鬼笑。他慢悠悠地从地上站起来，众人再次向后一退。既然你们如此不识好歹，就别怪我手下不留情。说罢，夷陵老祖抬起一手，径直指向一人，正是方才那位带头起义的孙宗主。众人还来不及反应，孙宗主便脆生生地拍在地上，除大张着嘴，与先前那人表情略不同外，是一模一样的症状。无形的恐惧在人群中蔓延开，有的家主连剑都拿不稳了。一人颤抖道：这是失魂之症，夷陵老祖夺走了他的生魂。普天之下未听说过如此可怕的手段，连专门吸食魂魄的邪祟都不能轻易将生魂从人的肉身中剥离，需要天时地利或道行高深。而夷陵老祖只是用手一指一指，毫无灵力或怨气的波动，便夺走了人的魂魄。这已不能用常理解释了。没想到夷陵老祖还有这样的能力。阴虎符似乎瞬间就不足为惧了，夺人魂魄才是他的底牌。他究竟怎么做到的？真的有邪术妖异至此吗？被夺走的魂魄去了何处？
他还有什么其他害人的手段？顿时人群大乱，包围圈像洪水决堤似的崩溃。方才信誓旦旦要拿下夷陵老祖的家主们，逃的逃，窜的窜，屁滚尿流。夷陵老祖在人群中央尖声大笑，胡指乱点，所点之处应声倒下。转瞬间7、8人被抽了魂去。人群一散，终于能动弹了。蓝思追拉起蓝景怡和莫玄羽就跑。莫玄羽惊呼：等等，我的驴！蓝景怡冲他大吼：都什么时候了？蓝思追边跑边喊：韩光君呢？景怡，你看到韩光君了吗？蓝景怡高声：没有。莫玄羽拼命用手扶着胳膊，免得胳膊被蓝思追扯掉，龇牙咧嘴道：你们的韩光君应该还没有来吧？否则这么大的动静，他能不出面？蓝景怡一高再高：韩光俊比我们早1炷香便出发了，怎么会现在还没到？不管怎样，先御剑离开此处。景怡你开路，莫公子，我带你。蓝景怡应道：好。拔剑往空中一抛，翻身而上，宝剑冲天而起。蓝思追拉着莫玄羽也站上了剑。他年纪还轻，御剑已十分出色，但承受2人还略有些勉强，飞是飞起来了，却飞不快。蓝景怡在前面一回头，见他吃力，便要调转回来帮忙。谁知这时他忽然大叫一声，好像撞到了什么东西，整个人往后一仰，摔下剑来。景怡！蓝思追冲上去接住他，剑终是承受不住3个人的重量，剑身一歪。好在他们刚离地不远，3人抱作一团滚落在地。莫玄羽被压在最下，2个正在长身体的少年叠在他身上，5脏6腑都要压吐了，惨叫出声。蓝景怡迅速爬起来，惊道：怎么回事？方才他却是撞到了东西，可放眼望去，前方大路一条，全无阻挡。这河谷宽近100丈，谷底除了杂草野竹，连棵过人高的树都没有，半空也只有稀疏的薄雾，哪有能将他撞下来的东西？彼时另一位修士也遇剑从头顶飞过，到了这附近，果然也啊的一声，连人带剑栽了下来。所有仓皇逃窜到此的修士全都一头碰了壁，被挡在什么东西之外，完全无法前进一步。这茫茫薄雾中竟有一道巨大的看不见的结界，以那夷陵老祖为中心，方圆近15丈的结界，500余人全被他困在了这结界内。呵啊！蓝景怡一剑劈在结界上，剑端当的回弹，好像劈中一块铁板，击得他后退半步，剑身嗡嗡战栗。薄雾未消，结界上也没有出现一丝缺口。蓝景怡叫道：这结界也太硬了吧！横观四周，修士们有的用剑，有的挥刀，有的拉弓，有的念咒，各色光芒在空中交汇，撞上结界后，无疑不碎成片片残光，竟无人拿着结界有办法。蓝景怡从怀里摸出一张爆破符，正待往上贴。景怡！蓝思追扯了扯他，另一手拉着莫玄羽，3人猫下腰，藏身层层人群之后。原来是夷陵老祖有动作了。他站在结界中央，也是四散的人群中心，像一把镇尺，无论周围的人如何兵荒马乱，他自巍峨不动，将结界压得死死的。抬脚走向一人，那人见破结界不得，打主意要将夷陵老祖擒下，可到了半路又生生停住，怕是见无人助战，心里没底。夷陵老祖主动向他走去，他反倒惊得一退再退。魏无羡，你想干什么？干什么？既然你们不肯同意我的条件，那我只好把你们都抓来炼尸了。夷陵老祖边走边笑，吊脚眼一弯，配上苍白的脸色，毒辣的言语，当真凶神恶煞，恐怖如斯。对方脚下一软，跌坐在地，手脚并用的向后爬。你不要过来！4大家族的人马上就来了，你现在投降，尚能从宽。4大家族，放心吧，直到你们都化成了灰，他们也来不了。说着，夷陵老祖向前一抄，扯起那人的头发。那人挣扎2下便没了声音，被抽了魂去。蓝景怡倒吸一口气，压低嗓门道：他到底想干什么？结界坚不可摧，这里又无其他高手在，众人已是任他拿捏。不曾想他这副反应，是要猫捉耗子一般，玩够了再杀。蓝思追抿唇不语，眉间也是怒意。莫玄羽用肩膀撞了他一下，轻声道：你们家的传讯符现在能用吗？
他平时一副胆小怕事的样儿，到这关头却不怎么慌张，镇定得很。蓝思追摇摇头，通讯符使用后有灵力波动，恐怕会被发现。